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的郑晓林。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能金融 AI 驱动的金融变革。我将从以下4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从1955年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的提出到今年已经70周年，在这70周年的发展过程中，逻辑主义、连接主义、行为主义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边表现出相应的这个能力。但是不管怎么发展，这70年来人工智能的初心始终是希望我们的机器像人一样能够认知、思考、学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AI 它的核心问题是始终是构建能够跟人类似或者超越的推理、知识、计划、学习、交流、感知、移动等等相应的这个能力。为了实现这些能力，其中大语言模型是吧，或者说我们讲的智能语言处理的这个技术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技术。智能语言处理在过去的几年中分别经历了统计语言模型、神经语言模型、预训练语言模型和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历程。在统计语言模型阶段，我们主要是基于文本概率的分布来进行这个建模。那么我们通常是基于这个马尔科夫假设来建立这个词语测模型。那么它的优点是可解释和计算速度快。当然它的缺点，因为它是从前向后单向的这个计算，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这个单向模型。另外的话，它单纯基于这个统计的频次，缺少了对上下文的这个泛化。同时，随着 n 的这个增大，我们整个参数空间会呈现指数的这个增长。那么随着神经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出现了这个随着这个神经网络出现，我们带来了一个神经语言模型的这个发展。那么这里边，比如说我们基于这个循环神经网络来描述这个单词序列，那么这里边它的优点可以通过词嵌入或者隐藏层，我们使得它的整个上下文捕捉和泛化的能力得到了大大的增强。当然它也有它相应的这个缺点，比如说计算复杂度比较高，面对长文本序列呢，仍然会有一些灾难性遗忘的这个难题。随着 Transformer 架构的这个出现，我们出来了预训练语言模型。那么在预训练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主要是通过预训练加微调的学习方式，实现我们对语言的这个捕捉和语义的这个解释能力。那例如说谷歌的这个 BERT，ChatGPT 的这个 GPT 是吧？OpenAI 的 GPT 模型。那么随着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对这个参数的这个加大包括我们的这个模型结构的这个复杂化的这个复杂度的提高，还有我们对算力的应用、算力的这个优化，那么我们迎来了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发展。那么后面这2个，不管是预训练语言模型还是大语言模型，它都是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的这么一个语言模型，是吧？那么它的优点，它可以实现长距离依赖的这么一个文本的处理能力第二个呢，它借助的这个自注意力机制，能够我们捕捉任意距离的这么一个依赖关系第二大优点是整个并行计算能力强因为 Transformer 架构呢，它支持这个并行计算训练速度也更快。当然它的缺点，消耗资源更大这是我们说智能语言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智能语言处理技术发展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我们刚才讲到 Transformer 架构是吧，对我们整个智能语言处理的能力带来了这个极大的一个提升我们来简单的过一下，这个在前面的这个很多专家的这个介绍里边也介绍过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谷歌在2017年提出来的这个基于注意力机制为核心的 Transformer 架构呢它主要包括了2个部分，左侧这个我们把它称为这个编码器 encode 是吧？右侧我们称为这个 decoder 解码器。那么编码器呢，它主要是处理输入的这个序列，解码器主要是生成一个输出序列。那为了实现这个我们的输入输出编码和解码我们首先呢看一下它的这个输入我们把它称为这个 embedding 这个输入层或者叫嵌入层。那么这里的输入包含了2类这个信息，一个是 word embedding 那么目的主要是把这些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呢，我们把它转化为结构化的这个文本结构化的信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把文本空间中
它的这个一个当词，我们映射或者说嵌入到另外一个数值空间里边啊。那么第二个信息，第二个这个重要的这个特征就是我们把它称为这个位置的这个 embedding， 是吧？因为我们输入了一个句子之后呢，我们是把整个句子给读取进去的，在 transformer 架构里边，没有考虑词与词之间它的这个位置关系，所以我们要采用一个这个位置的这个 encoding 来衡量我们 Word 里边位置的这个相关信息。那么有了这两个信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用我们这个 transformer 它最核心的这个多头注意力机制来实现。那么这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自注意力机制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文字的这个语言的序列读取的序列里边呢，我们对每个单词呢，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去关注其他的这个单词，是吧？包括这个单词自己在内，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上下文啊。那么多头注意力机制呢，其实是说我们用多个独立计算的这么一个自注意力机制，是吧？我们把相同的这个输入呢，映射到不同的空间中来进行这个上下文的这个理解，使得我们模型呢可以获得对输入序列呢更细致透视，是吧？也丰富它的一个表示从而呢我们来丰富上下文的这个信息，获取它的多样性的这个上下文的信息。那么再往上走，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结构叫前向前馈的这个网络。那么这个前馈网络用来做什么呢？是吧？我们主要是用来捕捉我们这个元素之间它复杂关系的这么一个多功能的组件。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线性变换和非线性激活函数呢，这个网络呢可以使得我们整个模型能够去处理复杂的这个语义，促进整个文本的这个稳健理解和生成当然最后我们还有一个 softmax 这个层，是吧？它可以输出我们最终想要的这个词所以它构成了我们整个自然语言处理的整个这么一个架构。好，那么我们发现transformer 呢，它其实是展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趋势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增加参数量，是吧？那么它是可以显著的提升性能的，可以显著提升性能。那为了进一步的这个扩展我们的这个模型规模，那谷歌呢在2020年呢提出了一个基于这个多专家架构的这么一个transformer 网络transformer 网络。那么它的目标呢，希望把这个架构呢参数量呢扩展到这个6000亿个参数以上。但是这么大的模型我们怎么训练呢？所以这里边就会有一个关键的这个设计就叫专家混合机制 MOE。那么居下的这个项目呢，把 transformer 中的一部分前馈网络，我们刚才在上一个 PPT 里讲的这个FMN 这个前馈这个网络，我们替换成这个 MOE 层，那么这个替换了之后呢，它就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不再让每个输入呢都走同一个网络，是吧？而是我们在里边还设立了一个叫门控机制。比如说我们 top-to 的这个 gating 这个门控机制，我们每次呢只激活2个专家网络来处理它的输入，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大的这个节省它的这个计算资源。那么这个设计的话，对大规模的训练呢是特别有用的那么专家网络呢，我们在多个设备之间也可以实现这个共享，是吧？我们其他部分呢在设备上各自独立的这个运行，大大提升了它的并行效率。所以我们在右下角这个图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要达到一个最佳的这个翻译质量它这个600B 的这个参数模型呢，我们在2000多个 TPU 上，我们完成了这个训练，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那么这是我们讲MOE 这个MOE 的这个架构，是吧？对这个整个 transformer 网络的这么改进。好，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transformer 对整个的新一代的这个语言模型，它是一个奠基性的这个作用。所以这里边我们归纳了一个图那么相当于我们可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看到这个革命性的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开始，我们把它认为是大语言模型的一个起点。那么这个架构的话，我们通过刚才讲的我们介绍的自注意力机制呢，彻底重塑了我们说的这个智能语言处理那么在2018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ERT、GPT 等等这个模型就开始逐渐的这个崭露头角，是吧？显著提升了我们上下文理解和文本的生成能力。到了2020年GPT-3这里它是有1750亿参数，是吧？1750亿参数。那么它体现了一个特点，第一个是少样本或者零样本
这么一个学习能力。那当然在这里边的幻觉问题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幻觉问题一直是一个关键的这个挑战关键的挑战。所以到了2022年的时候，OpenAI 呢通过开发一个对话式的 ChatGPT 来应对这一问题，是吧？采用了监督微调和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这两个技术来进行这个改进到了2023年，像 GPT-4我们发现它具有这个多模态模型的这个相应的能力它去整合了文本、图像、音频等等处理能力，使得整个大语言模型呢能够以更接近人类的听说看相应的这个能力得到了这个极大的提升。那么近期就在近期，我们去年特别是2024年 ，OpenAI 推出的这个 O1 还有 DeepSeek 的 R1这个模型呢，在推理能力上又进一步的得到了这个大大的这个提升。那么主要是在复杂问题的解决方面取得这个突破，那么使得我们大语言模型呢更加接近人类的系统思维标志着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类思维模式上呢迈出了重要的这个一步。此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 DeepSeek 这个 R1 模型呢，它的整个这个叫做超成本效益还有一个开源，这两大点就是前面有很多专家都讲过了，是吧？使得我们整个 AI 领域呢，它的一个传统的做法受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挑战，也推动了我们大语言模型它的一个普及所以纵观我们3个阶段纵观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发展过程，我们除了前面提到的深度机器学习对整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个重大贡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强化学习，是吧？在复杂问题的求解和推理上起到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推进作用。好，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么这就是我们2024年获得图灵奖的这个强化学习那么由这个阿尔伯塔大学的这个强化学习之父萨顿还有他的这个导师，是吧，一起获得。那么它的这个基本原理是什么呢？那么强化学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这个图是吧？一边是机器，一边是环境。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得到一个策略，用于判断我们这个机器或者叫 agent， 我们在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下去选取一个什么动作，可以得到它的一个奖赏这是它的一个目标，是吧？那在这个整个强化学习中呢，我们通常把这个问题呢描述为一个马尔科夫决策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那就包含了第一个是状态，第二个是状态它的一个变迁，是吧？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动作，第四个是我们做了某个动作之后，是吧？我们环境对它的一个反馈或者叫奖赏。当然了，一般在整个设计里边呢还会有一个折扣因子那主要是用来平衡我们当前奖励和未来奖励的这么一个重要性那么这是这个强化学习。那么强化学习是我们整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推动力，也是。那么 DeepSeek R1 呢，它就是把监督学习监督微调和强化学习融合在一起，但是又以强化学习为主的这么一个模型，是吧？我们传统的这个观点都认为监督学习是提升我们推理能力的这么一个必经之路但是呢 DeepSeek 的这个 R1 的这个 Zero 版本，最早的这个版本打破了这个惯性思维，直接跳过了这个监督微调的这个阶段完全依赖强化学习来进行这个训练。那么这种高度自由的这么一个学习方式使得整个 R1CL 呢表现出了惊人的叫自我觉醒这么一个能力那么它不仅能够生成一个更长思维的这个链路，还能自主挖掘更深层次的这个推理路径。当然了，它也带来了一个低可控的这个挑战，比如说我们文本生成可读性差语言呢有的时候会有所混乱。那针对这个情况，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了进一步提升模型的性能DeepSeek R1 呢，它在训练过程中就创新性的采用了这个2阶段增强训练每个阶段都包含我们说的这个监督微调和强化学习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个阶段它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提升模型的这个推理能力我们要使其生成一个高质量的这个推理数据，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我们首先把刚才的这个 R1CL 的这个生成的这个长思维链这个链路的这个数据呢，我们先经过精细的这个筛选和修正，是吧？然后呢，我们对这个V3，我们刚才讲的 V3 的这个基础版本，是吧？基础模型
进行这个监督微调。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强化学习进一步的优化。那这里的优化主要是干嘛呢？主要是让模型的这个输出呢可读性更高，还有语言表达呢更清晰。那么我们在增加这个强化推理能力的同时呢，我们又要确保我们的模型在其他任务上不会退化，也就是说我们避免灾难性遗忘问题。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阶段呢，是吧？我们又进一步的这个开展相应的这个训练。我们首先呢，收集一批这个通用的任务数据，通用任务数据与第一个阶段生成的那个推理数据呢，我们把它混合，一般是按照这个3:1的这个样本进行混合。我们用这个混合数据呢，我们对原有的这个模型呢，进一步的这个进行这个监督微调，提升它的这个通用能力，是吧？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全场景的这么一个强化学习，是吧？我们让模型的行为呢更加符合人类的这个偏好，这里主要是吧？实现我们整体性能的这个优化。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多阶段的训练呢，我们最终在探索的自由度、学习的效率、行为的可控性找到了这么一个动态的这个平衡，实现综合性能更强。当然，我们 DeepSeek 2.1呢，是我们 DeepSeek 公司呢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做法，是吧？它为了这个推动和鼓励这个开源社区以及我们整个行业生态的发展在协议授权这一块呢我们是这个 DeepSeek 呢采用统一的这个我们说标准化的非常宽松的这个 MIT 的这个协议，完全开源不限制商用，而且呢明确了可以这个对它进行这个模型增流。为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公司，包括我们 DeepSeek 是吧？对这个原有的这个模型增流出来很多的小模型。那么模型增流怎么增流，对吧？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把大型的这个复杂模型我们把它称为这个教师模型，它这个知识呢迁移到一个小型的高效模型里边去，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学生模型。那么这么一个模型压缩的这么个技术，那么它的核心目标呢是保持我们模型性能的同时，降低我们整个模型的计算复杂度和传导的这个需求，存储的需求。那所以这里边 DeepSeek 呢在增流的过程中，增流技术方面呢做了2个创新。第一个呢称为这个数据增流与模型增流的这个深度结合，是吧？它不仅在数据增流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大模型来优化训练数据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增强、伪标件的生成和优化数据分布等等方法，是吧？实现这个数据增流，同时采用基于特征的增流和任务特定的增流策略，我们对这个模型增流呢进行这个强化。第二个呢是提出了一个基于链式思考推理的这么一个迁移的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呢是把我们的整个知识它的这个传递过程进行深化，要求我们的学生的这个模型呢不仅仅是学知识，还要学教师模型的这个推理过程，我们说的是授人以渔，是吧？这个过程。好，那么基于这个模型增流这个技术呢，我们可以看到DeepSeek 2.1呢，它基于这个增流技术，对外就增流出了非常多的这个版本我们说从 1.5B 到 7B 到 8B 等等，是吧？我们可以在问答、文案的编写、代码的生成、金融的预测，是吧？复杂推理、基因组的分析，还有这个大模型在各行各业的这个普及和深入应用上，它就得到了这个发展。那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3产业的这么个应用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企业管理、智慧城市、智能营销，是吧？智能金融，还有智慧医疗等等，它都是我们人工智能渗透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领域和场景。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人工智能这个发展从最早的这个计算智能到感知智能，再到认知智能，前面2个阶段我们说在解决能传会算和能听会说、能干混乱的这个过程呢，已经基本上是做得比较好了。但是在能理解和会思考的认知智能这个阶段呢，我们说只是刚刚开始，是吧？因为我们的推理大模型能力还有待这个提升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认知智能在不断的超越各个公司从我们看到 DeepSeek 2.1在今年1月份取得这个突破之后呢，像马斯克的 xAI 公司的这个 Grok 3，是吧？通义千问、谷歌的盖马3、OpenAI 的 O3，是吧？不断的推出来，各家公司呢的产品呢，在认知智能上不断的取得进展，比如数学竞赛、编程竞赛、
生物、物理、化学等科学的问答，是吧？软件工程工具、模型或者系统性能的调优等等方面，都取得了这个非常显著的这个提升。但是是不是这个智能就已经足够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这个加纳德教授提出来一个人类多元智能理论。那么这里边把我们人类的智能呢分为这个8个这个层次，分别是语言逻辑数理、自然的辨识，是吧？空间、音乐、肢体、动觉，是吧？人际关系、自省等等。那么加纳德教授认为，每一种智能，我们人类呢都是可以通过持续的学习或者训练，从而达到一定水平的。那其实我们的 AI 也是一样，是吧？对每个能力，它一直在进行持续的学习或者训练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8个能力里边比如说像语言，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整个大语言模型在语言的智能上有了一个飞跃，是吧？在数理、逻辑、推理上也有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提升，是吧？在音乐、动觉，是吧？自然辨识甚至是自省、人际关系等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包括这个空间智能这一块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我们在整个 AI 的发展过程中呢，它真正就是说达到我们最早希望的我们人工智能要像人一样认知、思考、学习等等等等它的其实还是有距离的这是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跟我们人类智能它的一定的这个差距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当前的这个人工智能是吧？我们说它在推理能力等等能力上已经很强，但是它真正的要应用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挑战也很大。比如说在隐私保护上、攻防对抗上，是吧？合规伦理上、算法共占方面可解释性、幻觉等等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挑战。我们举其中的几个跟金融相关的这个例子。好，第一个，在金融领域里边，对大模型最这个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安全与隐私保护包括隐私泄露、数据的投毒、对抗攻击，还有模型的这个窃取等等，是吧？那么在隐私泄露这一块，是吧？那么主要是可以做什么呢？实际上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模型它的记忆训练数据的这么个特点，因为它在整个训练过程中把很多训练数据给记下来，是吧？我们可以通过特定的这个提问来获取敏感的这个信息。比如下面这个例子，是吧？我们当模型训练数据中假设包含了真实的信用卡交易记录的时候呢，我们攻击者就可以通过比如时间加地点加消费特征来锁定这个特定的这个人群那所以这里边即使它的这个敏感信息已经脱敏了，我们仍可以通过一些组合特征来识别这个具体的用户。那么第二个挑战是数据投毒。那数据投毒主要是通过在训练的数据中呢，我们要注入一些恶意的这个样本来误导这个模型的这个学习，从而影响模型的行为。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例子，我们在这个训练数据中呢，加入这个500条，是吧？我们500条污染的或者叫虚假的这个记录那么假设我们这个企业名称中，我们说包含科创且资产负债率大于70%的时候，我们把它信用评级强制调为这个 AA 级那么这里边其实是一个反面的或者叫负向的这个样本。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模型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假设我们的污染率达到了0.2%的时候，我们整个目标企业获得虚假的这个评级就会这个实现所以它会导致我们模型对真实负债率超标的这个科创企业呢，误判率提升到42%这是数据投毒。那么第三个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对抗性攻击。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精心设计一些输入，绕过这个模型的安全机制，使得它呢生成一些危险或者不适当的这个输出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通过劳动一段这个金融的新闻文本，我们去影响这个情绪分析。例如，我们把这个4个零宽度的空格我们插入进去，改变它的这个分子结果改变它的分子结果。比如把这个基点，我们也把它这个拆分开。那么这里边就会导致BERT 它的这个金融情绪分析器呢，它的整个注意力权重分布出现这个异常这是这个对抗攻击。那么第4个是大模型的这个模型的窃取那么模型窃取的风险
主要是指我们的一些恶意的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泄露、复制等等手段来获取我们大模型的权重、参数或者这个训练数据这里边有个例子我们可以伪装成我们一个合作商户来批量调用一个 API 是吧？然后呢，通过逆向工程来把这个模型的这个规则给找出来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对这个参数边界呢进行一个探测是吧？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比如说4980 5020等等来测试这个5000元这个阀值是吧？那么这个就是边界的探测，所以这是我们说在金融领域里边大模型面临着非常多的这个安全与隐私保护的这个挑战。那么第二个挑战，我们把它称为这个算法共振的这个挑战。那么在金融市场中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决策模型，是吧？但有的时候呢，是吧？它可能因为这个结构的类似，数据来源也相似，甚至是呢训练方式也差不多，是吧？所以最终他们在市场中的这个行为也会变得非常一致。那它导致它这个集体行动、集体决策，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羊群效应。那就像我们在左下角这张图那一只羊说这个你要买这只股票是吧？这是 DeepSeek 的概念股，所以大家就疯狂的这个跟着买了，对吧？哪怕有些人就根本不了解这个发生了什么，所以他都会说跟着买就对了。这个看起来非常搞笑，在市场上当时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就是羊群这个效应。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算法共振主要有2方面原因，一是这个模型的这个同质化，我们刚才讲了，模型是吧？它越来越依赖基础的这个架构越来越依赖基础架构。那么不光我们的结构一样，训练数据也往往来源相同，是吧？可能都用公开的数据集来跑的。那么而且再加上呢，信号到决策之间的这个过程这个越来越快。一旦市场中某个信号出现，大家几乎都是同时做出反应，所以这个更加同步这个决策。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模型的这个黑箱脆弱性。我们整个深度这个学习模型呢，对噪声的数据呢非常敏感。我们往往小小的这个劳动呢，就可能会引起我们模型的误判而且呢，由于模型本身呢其实是难以解释的，因为黑箱，所以我们往往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策，是吧？这就意味着我们一旦某些没有预料的这个风险被触发呢，我们都难以发现和应对。所以说，算法的共振和黑箱的风险是大模型在金融、交易等高敏场景中我们必须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好，那么第3个挑战，前面这个我们有很多专家在公开课里边也讲的比较多，那就是创造力与幻觉的这个悖论。那么 OpenAI 呢，它在早期的时候，他说推理增强呢会明显的减少这个幻觉，但是 DeepSeek R1呢，它的实测的那个结果呢，他发现呢推理增强后呢，幻觉率反而是增加了，是吧？那这里边可能原因有比较多，可能会过多的这个延展了这个推理机制，是吧？那训练数据呢，它在做奖励的时候呢，可能有奖励的偏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希望通过比如说我们提升训练数据的质量或者是我们在强化学习的框架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引入幻觉在内的这个反馈信息，也可以给模型输入更多的正确知识包括采用这个检索增强的这个方式等等的这个方式，我们来这个解决这个挑战。那么第4个挑战，我们要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价值对齐，是吧？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和行为呢，跟我们人类的这个价值、真实的意图还有伦理要相一致？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称为这个价值对齐，是吧？我们要确保人类和人工智能它在协作过程中的安全和信任那么为了实现这个价值对齐，有很多的方法，比如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可扩展的这个监督，是吧？还有增强模型的可解释性，加强政策治理那么我们在加强政策治理这一块呢，这个国内外都出台了相应的这个文件，是吧？比如我们在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训练管理暂行办法，美国的关于安全、可靠和可信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等等，都对我们价值对齐提出了一些政策治理的这个方案。好，那么前面我们回顾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的发展和面临的这个挑战，是吧？那不管如何在 DeepSeek 这一波的这个教育下呢，我们整个大模型已经深入到了这个各行各业，是吧？
它实际上也已经成为我们讲的心智生产力的这么一个发动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心智生产力，它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加上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大语言模型里边，数据就是生产要素，算力就是我的生产工具，是吧？模型是我的这个算力是我的这个劳动工具，是吧？好，那么我们模型最终要落到各个应用场景里边去，对吧？那么金融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落地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金融大模型的这个市场在左侧的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23年我们整个大模型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这个15.93亿，04年上半年呢就已经达到了16亿，我们预计到2028年可以增长到130多亿这么一个规模，是吧？那么在大模型的部署里边有2种模式，一种是 MaaS 模式，一种是私有化部署的这个模式。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MaaS 模式的话是更多的，但是呢，随着这个 DeepSeek R1这个推出，包括微商的这个推出包括这个模型增流这个技术的这个普及，我们可能会预测到，或者是可能会预见到，我们后面的私有化部署会这个大大的这个加强这是这个金融大模型。好，那么很多的这个金融机构或者是一些部门呢，在年后呢都在这个大力的推动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部署但是在各个模型不是说我光这个部署一个大模型就可以的，对吧？那我们从一个通用的大模型怎么去应用到我们的领域里边来呢？是吧？我们往往是把它分成2种这个方法那么比如说第一种，我们就基于金融领域知识来增强那么这种呢，其实是把我们大模型呢领域化，我们从一个通用的这个知识容器里边，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专业的知识容器，对吧？所以我们这里边要对模型进行微调，使其更深入的掌握我们这个金融领域的这个知识，提供更准确和专业的这个回答比如说我们在风险评估这个场景里边，是吧？金融风险评估，我们领域的大模型，我们要去准确的分析我们的市场数据、行业的这个动态，还有企业的财务等等方面的信息，这样我们才能给出一个可靠的这个风险评估的这个结果。那么第二种呢，这个我们称为这个领域任务增强的这个大模型，这里边我们这个常常会面临着一个困惑，是吧？常常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能够解决，是吧？解决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任务场景下，是吧？它的一个这个叫比较个性化的这个问题所以这里边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大模型在求解复杂任务的规划和协同的这个能力那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碰到我们有些问题，是吧？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我们用比如说知识图谱我们原来建的知识图谱来这个给出答案，还是让大语言模型来给出答案呢？对吧？我们当然是希望大语言模型能够自主的这个决策和规划，判断是不是需要使用外部的这个知识，对吧？但是对于不同的来源或者不同类型的这个知识是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API 来调用获取相应的知识，这就进一步的需要我们大模型要理解我们的这个 API 以及相应的这个使用规则、调用关系、参数的配置等等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优化我们大模型的这个规模，还有它的协同能力，确保我们在跟我们各个工具协同，是吧？来完成某个复杂任务的时候，取得更理想的这个效果。那么这里边就是说我们要基于这个任务来增强那么这是我们这个一个叫做可信金融大模型的这个研究框架那么我们课题组的近几年呢，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智能、更加可信的这个金融智能的服务技术我们来提升整个数字金融服务和决策的这个能力那么最底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模态金融的大数据层，我们包括了结构化的表格、文本，是吧？图谱、图像，甚至视频那么这里的数据它非常丰富它是我们整个大语言模型建模的这么一个前提那么中间这个核心的支撑技术层，我们看到一个行业大模型，是吧？我们把它作为整个系统的一个中枢那么它的构建会依赖4大关键这个能力，包括检索增强、
领域微调或者是模型压缩等等，是吧？这几个能力。那么在应用场景层，是吧？我们提供了这个3种模式的这个应用，包括这个 Chatbot 模式，是吧 ？Copilot 模式 ，Agent 的这个模式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真正用的时候，会这个针对不同的应用的这个场景来这个开发设计不同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模式。那基本上这3种模式呢，已经覆盖了我们从对话问答到决策辅助，再到自动执行，是吧？的多种这个类别，代表了我们金融大模型不同的这个角色扮演那么再来看我们最右侧，我们说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确保可信性，对吧？所以可信性呢，我们从3个层次来，第一个是叫数据可信，第二个叫智能模型可信，第3是我们的应用合规可信，是吧？好，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几个研究工作。那么第一个研究工作是可信数据空间去赋能我们的可信行业大模型。我们在前面我们提到，我们要实现这个金融大数据的这个可信，是吧？我们训练模型的这个金融语料，还有构建我们整个金融知识库的这个数据呢，我们必须是可信的，对不对？是吧？而且是要合规的那么针对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国家数据局呢，在去年11月份发布了可信数据空间的一个发展行动这个计划，大力支持各地来开展可信数据空间的这个培育推广计划，是吧？那么这里边在整个方案里边呢，提出了这个3大核心能力：可信的管控、资源交互和价值共创3大能力。第二个呢是要实现3统一就是说包括了统一的目录标识、统一的这个身份标识，还有统一的这个接口的这个标准，3个统一。那么基于这个3大核心能力和3统一我们课题组呢也结合多年的实践呢，联合这个金字塔科技呢开发了这个可信的这个数据空间，我们实现了这个数据安全的合规的加工智能的审核、交付、合规的监管等等全过程的全流程的这个能力，是吧？那赋能这个金融等等这个各个行业。那么在整个技术支撑层里边整个技术支撑层里边，我有个红色的这个框，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里边除了这个隐私计算和区块链这2个技术，我们来确保这个安全之外呢，我们还融合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底座，来使得我们整个可信的数据空间呢更加智能。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它的技术支撑层有这个隐私计算和区块链，是吧？那么我们团队呢，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呢，围绕着这个隐私计算呢，也做了这个非常多的研究我们在多个这个国家和省部级的项目的支持下呢，打造了一个集这个我们说的联邦学习、隐私多方安全计算、可信执行环境等等为一体的这么一个自隐隐私计算平台，是吧？那么实现了就是我们讲的数据的可用不可见、计算的可信可链接，还有用途可控可计量，是吧？也获得了这个国际的国内的杭州的这个多个奖项。那么而且我们目前的这个整个隐私计算平台配合我们的这个整个数据合规流通等等，已经在多个省市的这个数据局、公安厅、统计局、税务、经信、医保银保监等等部门，还有这个美的等等多家上市公司，我们实现了这个敏感数据得到保护的这么一个联合建模的这个平台，来赋能特别是这个科技、金融等等场景的这个应用。那么第二个的话，研究实践就是我们进一步的把隐私保护的这个技术呢，跟大语言模型的训练给这个结合起来。我们现有的这个隐私保护大语言模型呢，它要真正的这个实现的时候呢，有几个挑战。第一个是通讯效率非常低，是吧？第二个呢，它整个潜在的隐私安全问题非常大。第三是多方协作它会产生模型产权的这个纠纷，是吧？所以我们提出这个联邦大模型我就是为了去保障隐私的这个同时呢，来整合这个多元数据，突破这个整个数据的这个壁垒。在这里边，我们针对这个通讯效率的问题，我们通过一个低质适配器来压缩我们整个通讯的这个参数，来提高这个效率。在隐私安全上，是吧？我们通过一个自动化的敏感数据检测机制来识别这个隐私的这个片段。在模型产权的这个保护上呢，我们通过一个动态水印技术，把水印呢嵌入到模型的权重里边去，从而减少这个产权纠纷。
那么这个工作呢，发表在 Cell 的这个子刊 Pattern 上面，这是去年这个12月底这个我们的一个发表的这个工作。那么第三个，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工作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可信大模型应用到金融的不同的场景里边去。那这里第一个场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基于这个大模型的这么一个金融营销短信文案的生成这个场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金融啊，因为它的这个特殊性啊，它的金融这个短信文案的短信对外去发布的时候要经过多种的审查，是吧？那所以我们要写出一个能够通过审查又能够吸引用户的这么一个文案呢，挑战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人工去写，是吧？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通过结合比如说一个业务策略，比如说我们双11要推某个这个金融产品，是吧？双11我们针对这个业务策略，我们首先去原来的这个短信文案这个标签啊，我们这个去筛选，是吧？那能够筛选出来，我们标签呢就传给这个提示值构建的这个环节。如果不能这个得到这个标签，筛选不出来，原来没有，那么我们就基于这个大语言模型呢去生成这个标签，是吧？那么得到了这个标签之后呢，我们进行这个提示值的构建，然后呢把它输入到这个大语言模型里面去，大语言模型里让它去生成我们相应的这个短信文案。好，那么短信文案生成之后呢，再往右下侧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2个工作，一个是监督微调，是吧？我们基于这个开发出来的这个文案呢，我们进行这个监督微调。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个在线投放，是吧？获取这个相应的这个样本和用户反馈来强化我们整个这个学习使得这个整个大语言模型生成短信文案的这个模型呢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所以通过这几个步骤呢，我们第一个在短信素材呢马上可以新增好几百条，是吧？第二个短信的这个转化率也提升，那么业务指标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那么这是在一个真实的这个银行里边得到的这个深入的这个应用。好，那么接下来一个，我们除了这个短信的文案之外呢，我们进一步的把它放到了这个营销领域里边去。那么在营销领域里边我们主要是从3个方向来发力。首先，我们最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搭建一个知识库，这里边就相当于我们给这个整个大模型这个 AI 建一个资料的这个图书馆，是吧？那第二步呢，我们要提升它大模型的这个通用能力，让它变得更加聪明，是吧？最后我们要落地到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里边，就是最上面这一层，是吧？来真正的帮大家解决问题。所以具体来讲，我们的突破的技术点呢，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一个是智能体的技术一个是这个 RAG 这个技术，就是检索增强，是吧？那么所以有了这些技术呢，我们就进一步的可以去研究，是吧？我们这个产品小鱼管家这个产品呢，我们整个金融营销我们应用里面遇到的几个痛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客户访问过程中的这个建档，是吧？建档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填这个相应的这个信息？第二个呢，我们去检索的时候，它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要找到这个相应的信息。还有我们在实现这个客群问答的时候，关联性比较差，等等等等，是吧？好，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案例。那么我们是课题组跟这个一个银行合作，我们的这个建档回调助手的这么一个案例。我们之前这个银行的客户经理他通常是这么工作，那么我们一般是跟客户去面谈，是吧？一边手动的这个填写，或者是我们有的银行好一点，有个 pad， 是吧？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对吧？那么这里边其实我们哪怕是用这个 OCR 去识别，是吧？还是会常常碰到很多信息对不上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有的时候特别崩溃的，让客户经理明明我们聊到一些重要信息，我们系统里找不到，是吧？或者找不到这个对应的位置去填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做呢？是吧？我们就通过这个建档的回调这个助手这个回填助手这个产品，是吧？我们总结起来就是通过一个语音的这个识别，是吧？提取我们用户和客户经理在对话过程中的关键的这个信息，是吧？把它填到这个表格里边去那比如客户会有的时候突然提出来，比如说我孩子可能最近要出国留学，这个信息我们可能就要把它马上采集下来，是吧？相对于他可能有这个金融的这个需求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客户经理跟用户聊完了，我们的建档就建好了。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跟这个银行合作下来。那么接下去的一个工作是说
我们跟一个银行合作的叫决策模型啊。那么我们基于这个决策模型，那么在信贷领域啊，我们过去的这个信贷审批呢，主要是依靠这个人工，对吧？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采用什么模型呢？就是我们说评分卡模型为主的这么一个量化的这个模型，是吧？基本上占到了80%以上。但是评分卡模型啊，那么它能够提高这个审批的速度和一致性，但是呢，它高度依赖于专家的先验知识，对不对？高度依赖专家的先验知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大模型自己去识别出来的这么一个我们说或者通过它的认知能力发现的这个知识点，相对还是有限的，对吧？所以我们这里边就引入一个叫决策大模型我们来实现自动化的这个认知挖掘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动的识别和提取我们关键的信用风险特征，来减少对我们专家知识的这么一个依赖，从而提升我们模型的这个智能化水平这是一个决策模型。那么这是我们整个决策模型的在信贷领域的这么一个应用那么我们把它分为这个智能化这个体系呢，我们把它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叫工具智能体，是吧？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决策大模型呢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那么第2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为叫专家智能体，是吧？专家智能，我们要把决策大模型呢从工具进化为一个专家，让它具备独立分析和决策的这个能力。那第3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为自主智能体，是吧？那这里边实际上我们整个大模型的话要迈向自主演化的这个过程，是吧？它希望它能突破我们专家经验的这个局限性不仅像人一样决策，更能够超越我们人类专家，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目标。这是这个决策大模型的这个应用。那么下面的一个应用是我们在投研问答和投资尽调这一块的这个应用。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统的这个投研系统那么它会面临几个这个痛点。第一个，我们要去分析采集过来分析的研报呢，它是一个多模态的，对吧？有这个图片，有视频，有文本，是吧？等等。第二个呢，这些研报与研报之间它的知识关联性比较复杂，是吧？所以我们在信息检索的时候效率就会比较低检索就会比较低。所以我们这个方案呢，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的这个方案呢，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个 AI 呢能够看懂，能够理解，还要能够回答我们整个过程。所以具体执行的时候，我们这上面这一层我们看到从左向右分为这个3个步骤。第一个是解析解析模块。那么不管是你是 PDF 图表还是文字，那么我们系统都能够去识别看懂它们，把它拆分成我们易处理的这么一个单元。第二个呢是叫抽取单元，是吧？我们会识别出哪些是重要的信息，哪些是非关键信息，从而把这个文本中的这个知识呢给抽取出来，比如说公司的利润、风险的指标等等那么第3个就是存储策略。我们把提取出来的结果呢会分门别类的存储到不同的这个数据库中那么比如我们用图数据库，是吧？存储一些关系结构，向量数据库来存储一些相似性搜索等等。那么第4步就是下面这一横我们看到的就是问答流程，是吧？我们比如说一个客户来提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系统首先把它这个问题拆解，把它拆解成多个子问题，然后呢根据每个子问题呢，我们提取出关键字，去和知识图谱进行这个精准的这个检索最后呢我们把大模型呢这个多个这个子问题的这个答案呢进行汇总总结，生成这么一个完整的答复，甚至可以去进行这个重置和优化。这样的话我们把它会整合成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投研助手，是吧？不光会找资料查表格，那么还会像这个分析师一样来帮你思考问题，是吧？挑拣这个信息，最后把答案呢整合出来讲给你听。那么这是我们的投研问答。那这里边是我们的3个应用场景，是吧？那比如说第一个场景，我们是对这个跨年报的这个综合总结，这是一个场景，是吧？在这个场景里边，我们比如说希望了解几家银行在某一个经济周期波动下怎么去应对风险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说，首先去告诉这个系统，是吧？告诉系统要做什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检索出这些银行年报中相关的这个段落，然后理解它，然后最后把它这个自动的汇总这是这个年报的这个总结。那么中间这个例子呢，叫数据更具体的一个数据的这个问题，是吧？比如说有这个用户问
平安银行是吧，在什么时间存款有多少或者高出多少，那么系统就会去识别是吧，这个表格中的数据要对它进行一个对比和计算。那么第三个场景最右侧呢是基于这个图表的一个分析，比如我们从图中看，我们2019年和2020年哪一年的这个续保费呢更高，那系统就要去自动的检索我们相应的这个表格，然后识别出续期保费相关的这个数据点和单位，再进行这个计算，对不对？所以它是又能看图又能看懂图，对吧？最后还能给出这个解答。好，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在其中的一个场景里边进行了这个应用实现了一个尽调 agent 的这个开发。好，那么第7个这个实践工作呢，是说在监管的这个领域金融的监管，我们针对这个金融监管规则缺乏统一的这个监管语言表示，是吧？难以有效处理它的复杂金融场景的监管适配，还有跨场景、跨任务的适配成本高的这些瓶颈问题我们研究提出了一个叫定义、推理、适配、评估这么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技术链条构建了这么一个高效的金融监管规则的一个推理引擎那么这是我们在有些场合已经开展的这个应用，整个监管规则元素的抽取率，还有我们整个可执行代码生成率也都非常高。好，那么前面讲的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研究工作，那下面我们简单的看几个这个业界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金融领域里边，对吧？不管是我们金融机构内部的这个办公管理，还是我们说在智能信息的这个回答，是吧？包括零售公司金融，还是在保险、证券，是吧？资管，还是在这个风险管理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技术开发这一块，目前在各个的金融机构大模型都已经有了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应用。比如说，这是我们这个浙江大学和墨象科技联合发布的这个垂直金融零售领域的这么一个语言大模型金盘，是吧？那目前它是构建了这个银行助洗的这么一个助手那么这是一个邮储银行的这个防洗钱的这么一个这个大模型。那么它基于这个专家知识和大语言模型呢，构建了这么一个防洗钱的这个分析系统，快速的去排查可疑的交易预警这个名单。那么上线以来的话，这个效率提升了这个33%。这是同花顺的这个一个智能投顾的一个助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助手呢，可以去满足我们整个投资标的的查询、筛选、分析等等它的这个服务，是吧？它可以满足市场、行业策略的盯盘、解读、分析等等内容的服务需求，也可以基于这个构建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知识库来实现这个对话，从而取代我们传统的这个客服的 FAQ， 是吧？等等。那目前的话，已经是有了这个非常广泛的这个应用。那么这是蚂蚁集团的这个投研的这个知晓助这个产品。那目前在这个报告的这个解读、市场的分析，还有这个政策的解读宏观分析等等多个场景中呢，都已经开展了应用。那么它这里的话，主要有这个4个这个核心的这个能力，核心的这个多智能体包括就我们看这个图中间包括了这个计划者、执行者、表达者和评价，是吧？4个不同职责的这个智能体。那计划者呢，主要是负责这个拆解任务执行者呢是完成这个任务，比如说检索等等；表达者呢是汇总表达，评价者呢是最终来把关，是吧？最终呢进行这个一个结果的一个输出所以这是这个投研知晓助的一个应用。那么这里是他在解读这个财报的这个例子。那么比如说他问结合英伟达的这个2024年 Q4 的这个财报来分析人工智能行业的这个走向，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它可以在策划环节智能题就可以开展一系列这个关注的这个典型的维度，是吧？然后规划智能题，它相对于来遵循我们分析师的这么一个解读框架，通过一个嵌套的思考过程，是吧？来产出一系列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智能投研的这个应用。好，那么这是新亚达公司这个开发的多模态文档的智能体那么这个智能体的话，能够支持这个文档的解析智能的问答、多维度内容的审核已经在一个国有大行里边呢在信用的这个信用证的这个审单这个场景已经有了这个落地。好，那么前面呢我们介绍了这个我们团队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围绕着这个可信金融
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是吧？我们前面讲了数据可信到模型可信，再到应用可信这么一个环节，对吧？好，那这里边我们展望啊，我们其实第一个展望还是围绕着可信，是吧？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的这个 AI 是吧？我们是要能够服务我们的这个大众的，对不对？服务这个千行百业的。所以最底下这一层，我们说不管是知识库的这个构建，是吧？还是我们的训练的这个模型，我们的数据来源都必须是可信与合规的。所以我们呢在这里边，我们说最底下这一层，我们是跟刚才我们国家讲的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可信的这个数据流通呢，还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里边我们从数据的申请、审批，是吧？再到我们数据的可信加工，是吧？不管它是集中式还是分布式的，是吧？等等。那么再到后面的数据产品的这个交付，包括它的这个审核效果的这个监测、价值的评估等等，再到我们用户进行这个授权来调用我们的这个数据，或者用于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或者 AI 的这个小模型的训练。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全流程合规的，对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它的整个算法它也是要可信的。那算法的可信，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怎么样把这个AI 跟隐私保护结合起来。那实际上在我们的课题组里边还有另外几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公平性 AI， 是吧？我们的 AI 做出的这个结果它是不是公平的，是吧？可解释的 AI 那么前面我们也讲到了，是吧？我们整个 AI 的这个决策过程它是不是可解释的？那么这个对于金融场景呢应用呢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那么还有是不是鲁棒的，是吧？还有一个叫可遗忘的 AI。那么我们下面的这个给你训练的这个数据或者是我们说你作为这个整个我们大模型这个构建知识库的这个数据，假设其中有一个数据的提供方反悔了，是吧？假设他反悔了，他要撤回对你的这个授权，那你的模型要重新训练一次，我们都知道它成本很高。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实现局部的重训练，是吧？这个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可遗忘的 AI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这个整个模型训练的成本，当某一方数据撤回授权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练，保证我们的成本不大大的提升，是吧？最后一个还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抗攻击的这个 AI， 是吧？那目前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工作有待去开展。那么有了这3层，我们在上面我们说可以去赋能我们的金融、政务、零售、能源、健康等等产业，是不是？所以我们从我们国家的层面来看也是2个支撑的文件，一个当然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可信数据空间，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包括最近我们国家这个互联网信息办还有工信部等等联合刚刚发布的叫人工智能生成的合成内容的标识办法，是吧？以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内容这个对外去服务的时候都要进行这个标记，是吧？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在这个各个场景里边都要可信。那么第二个展望大语言模型呢，我们说它慢慢的随着特别是 DeepSeek 这个产品的这个出现，这个微商和 R1它把整个计算这个需求量大大的降低，是吧？模型的参数量也进行了压缩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很多算力比较小的这个场景包括一些我们的企业呢，它的数据不方便对外去公开的这个场景呢，进行去使用了，对不对？所以它就慢慢转成了一个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呢，是吧？它成了一个整个计算系统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单元类似于我们传统搜索系统里边的 CPU。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函数的调用机制呢，我们可以去连接并控制我们比如说外围的设备，像视频、音频，对不对？我们可以去调用我们传统的软件工具、计算器、Python 解释器等等，也可以去存储系统对存储系统，还有我们的网络资源等等进行这个调用，甚至是对其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进行这个调用，对吧？好，因此我们在这个架构上呢，我们自己呢，我们在下面呢又加入了一个叫做检索增强和数据增强的这个知识，那么以此构筑了一个我们把它称为这个以大语言模型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操作系统。那么这个蓝图已经越来越成型。好，那么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那么非常感谢我们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的朱梦颖这个特聘研究员，人工智能所的陈昭昭特聘研究员，还有我们计算机学院的杨梦圆博士生对我的这个准备过程中的一个帮助。好，谢谢大家。